今天我们来聊聊犹太人这个常常被全世界误解和排挤的民族。这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民族，他们拥有灿烂而古老的文明，同时背负了无尽的苦难。更引人深思的是，犹太人自称为神的选民，但为什么他们却似乎被整个世界所排挤？在他们数千年的历史中，究竟隐藏着怎样令人脊背发凉的社会潜规则，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看得懂。让我们从头开始探寻这段历史长河中的秘密。首先，我们要明白神的选民这个称号的由来。根据犹太人的信仰，他们的祖先在古代与上帝耶和华订立了圣约，因此被上帝选择来肩负特别的使命。犹太教的经典圣经旧约中明确记载，上帝拣选以色列民族作为他的子民，要求他们遵守严格的戒律和道德规范。这并不代表犹太人天生高人一等，而是意味着他们要成为万国之光，透过遵行上帝的律法来为世人做榜样。简单说，所谓选民是被选择来承担责任与义务，而非享有特权。然而，外界对于神的选民这一概念往往产生巨大的误解。在历史上，其他民族的人经常认为，犹太人既然自称被上天特别青睐，就一定是目中无人、自命不凡的族群。这种看法为犹太人招来了很多妒忌和仇恨。在他们数千年的漫长岁月里，犹太人始终坚守独特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拒绝改信别人的宗教，不肯同化入其他文化。这种坚持让他们保留了民族的传承，却也因此显得与众不同，引发了多数人的猜忌。可以说，犹太人的信仰和世界主流价值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冲突，这被哲学家黑格尔一语道破为信仰对立。这种信仰上的对立，正是犹太民族数千年来屡遭排斥的根源之一。翻开历史，我们会发现犹太民族的不幸几乎与他们的诞生相伴。早在古代，中东地区的犹太人就频繁卷入战乱与征服者的统治中。在古埃及的时代，传说希伯来人的祖先曾在埃及为奴400年。虽然这段记载主要见于圣经，但也象征着犹太民族早期就尝到了被压迫的滋味。真正的离散命运则始于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帝国攻陷耶路撒冷，毁灭了所罗门圣殿，并将大批犹太人掳往异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巴比伦之囚，犹太民族第一次大规模流散他乡。但当时犹太人仍怀抱着重返家园的信念，后来他们果真在波斯帝国居鲁士大帝的宽容政策下得以归国重建圣殿。然而命运似乎并未垂青这群自称选民的子民。时间推进到公元前4世纪，一个崛起于西方的强大征服者正将犹太人的故土卷入另一场文化巨变。这位征服者就是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横扫中东，把希腊文明带到所到之处，企图将各地文化全部希腊化。对他而言，帝国的统一不仅是政治和军事的，更包括文化和宗教的同化。他要求被征服的民族敬拜希腊众神，学习希腊语言和生活方式。对于笃信一神教的犹太人来说，这无异于让他们放弃祖先的上帝和律法，去膜拜异教的偶像。犹太人坚决拒绝了这种要求，他们不肯在希腊神像前低头，也不愿称亚历山大为神。亚历山大生前虽未对犹太人赶尽杀绝，但在他死后，他的帝国将中东划给了部将所建立的塞琉古王朝。塞琉古王朝的某些君主对犹太人的不合作极为恼火，其中有以安提阿古四世为甚。公元前168年左右，安提阿古四世下令取缔犹太教，他派兵闯入耶路撒冷的第二圣殿，亵渎了犹太人的圣所，在圣殿内供奉希腊主神宙斯像，并禁止割礼、安息日等犹太宗教仪式。这一连串暴行激起了犹太人的强烈反抗，也引发了马加比家族领导的起义。经过浴血奋战，犹太人竟一度成功赶走塞琉古王朝的军队，收复了圣殿。这就是犹太节日光明节、修殿节的起源。可是，这场胜利只是昙花一现，小小的犹太民族终究无法长期抵挡周边崛起的帝国。公元前1世纪，地中海西端的新霸主罗马共和国开始介入犹太地区。罗马人起初采取怀柔政策，尽管他们征服了犹太人的土地，
却允许犹太人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习俗，一度还承认了犹太王族对犹太省的统治。然而，犹太人内部的纷争和对罗马统治的不满最终导向了悲剧性的结局。公元66年，犹太人发动大规模起义反抗罗马，史称第一次犹太战争。一开始，犹太起义军还曾重创罗马军团，让罗马人颜面扫地。传说在那些日子里，一些狂热的犹太民族主义者宣称，我们必将得胜，因为我们是上帝的选民。这种不服霸权的姿态激怒了罗马人，罗马帝国调集大军镇压叛乱，包围耶路撒冷。经过残酷的围城和巷战，罗马将军提图斯终于在公元70年攻陷了耶路撒冷城。罗马人的报复令人发指，满怀怒火的士兵将第二圣殿付之一炬，整座城市陷入火海。在这场浩劫中，数十万犹太居民被杀，幸存者则被赶出家园。耶路撒冷的圣殿崩塌，象征着犹太民族宗教与国家的中心被毁灭。犹太历史上称这次劫难为国破圣殿毁，标志着犹太人失去了最后的政治自主，他们被迫开始流散到世界各地，有如圣经中的漂泊之民，离开了祖先之地。然而犹太人的抗争精神并未因此泯灭。公元132年，信奉犹太教的军事领袖巴尔科赫巴再度领导犹太人起义，试图光复祖国。罗马帝国经过3年血战，终于在公元135年残酷镇压了这次起义，并对犹太人进行了更加彻底的清洗。罗马皇帝哈德良甚至下令把犹太故土改名为巴勒斯坦，企图抹去犹太人的文化印记。从此，犹太人大规模离开了巴勒斯坦地区，散居在罗马帝国境内外，这便是犹太人大流散开端。以后漫长的2000年里，大部分犹太人再也无法回到故土，在全球各地过着漂泊无依的日子。在罗马帝国治下，流散各地的犹太人境遇虽艰难，但尚能幸存。他们被允许在帝国各大城市聚居，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有些甚至仕途小成。然而，一股更深层次的敌意正在潜滋暗长，并将犹太人推向新的苦难深渊。这股敌意源自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一个与犹太教渊源颇深，却最终决裂成仇的宗教，那就是基督教。基督教诞生于公元1世纪的犹太地区，耶稣和早期门徒本来都是犹太人，然而大多数犹太人并不承认耶稣是救世主。犹太教和新兴基督信仰之间很快产生了剧烈的冲突。为了确立自身的正统地位，早期的基督徒开始强调犹太人拒绝耶稣，犯下大逆不道的罪过。在新约圣经的叙述中，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和民众被描绘成鼓动罗马总督处死耶稣的罪魁祸首，特别是出卖耶稣的那个门徒犹大，在中文里，这个名字甚至成了叛徒的代名词。这些宗教故事为犹太民族盖上了一层可怕的阴影。基督徒世世代代在复活节的礼拜中被提醒，是犹太人杀害了主。于是，犹太人必须为耶稣之死负责的观念深植于欧洲社会的集体心理，埋下了仇恨的种子。随着欧洲完全进入基督教世界的时代，犹太人的处境急转直下。教会的神学家们陆续编造出各种贬义犹太人的论调，进一步巩固了基督徒对犹太人的憎恶。圣经之外的传说开始流行，犹太人被指控犯下种种邪恶行径。有人说犹太人偷走圣饼，基督教圣餐用的麦饼，去侮辱践踏，意图再次折磨耶稣的灵体。更离谱的是，中世纪还兴起了血祭谣言，诬称犹太人为了完成逾越节等宗教仪式，秘密绑架并杀害基督教孩童，以取其鲜血。事实上，犹太教义严格禁止食血，这种荒唐的指控纯属子虚乌有。然而在迷信与仇恨无法调和的情况下，又有谁会真正在意这些诽谤的真实性？每年复活节前夕，欧洲许多地方都会上演基督殉难剧，以提醒教徒不要忘记耶稣之死。剧末常常是群情激愤的观众走出教堂，自发组织起来袭击犹太人的聚居区。因此，中世纪每到复活节，也是犹太人最心惊胆战的日子。这些宗教诽谤与煽动，构成了欧洲反犹主义最早也最根深蒂固的基石。除了被视为弑神者，
犹太人还经常成为社会灾祸的替罪羊。中世纪的人们对于疾病和灾祸往往束手无策，于是很自然地寻找可以指责的对象。西元1348年，可怕的黑死病肆虐欧洲，短短几年间夺去了数千万人的生命。恐惧中，各种谣言四起，其中一个流言把瘟疫归咎于犹太人投毒谋害基督徒。虽然这毫无科学根据，但当时许多惊慌的民众宁愿相信这种说法，因为给无形的瘟疫找到一个具体的元凶，多少能带来心理安慰。于是，从德国到法国，数百个犹太社区在黑死病期间遭到毁灭性的袭击和屠杀。许多不明真相的暴民将整个犹太社群锁在会堂中，一把火活活烧死，或者在城市广场上集体绞杀犹太人。这种无辜又残忍的迫害场景是人类愚昧与偏见的写照，令人不寒而栗。宗教上的敌视、谣言的中伤，再加上日常生活中犹太人的独特习俗，使得犹太人在欧洲愈发被孤立成一个异类。几乎整个中世纪，欧洲各地的犹太人被迫与主流社会隔离，他们常常被要求居住在指定的区域，也就是后来所称的格都。比如16世纪的威尼斯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犹太格都，把犹太居民集中安置在一道道高墙之内，夜间上锁，禁止外出。事实上，早在1215年，天主教会的第4次拉特朗大公会议就通过法令，强制犹太人和穆斯林必须穿戴特殊的标志，如犹太人佩戴黄色圆圈或尖顶帽，以便与基督徒区分开来。犹太人不得拥有土地，也不得加入行会从事大部分手工业，许多职业对他们而言都被封死了。被排斥在社会主流经济之外的犹太人只好转向当时被视为低贱甚至罪孽深重的行当——高利贷和远距离商业贸易。根据教会教义，向人收取利息是一种罪孽，因此中世纪的基督徒被禁止放高利贷。但社会经济活动又离不开借贷周转，于是这种不光彩的职业便落到了犹太人身上。许多欧洲君主甚至利用犹太放债人来筹措财政，同时又迎合民意，宣称犹太人是贪婪无耻的吸血鬼。普通百姓借了犹太人的钱，日后无力偿还时，也往往把怨恨转嫁到犹太债主身上，而不是反思自身或经济环境的问题。就这样，贪财阴险的犹太人刻板形象在中世纪逐渐定型。中世纪后期到近代早期，各欧洲国家对犹太人的态度可谓寒风刺骨，变本加厉。从13世纪开始，接连有国王发布驱逐令，要将犹太人赶出自己的王国。英格兰的爱德华一世在1290年下令全体犹太人限期离境。在犹太人财产被没收后，约16000名犹太人被驱逐出这片土地。此后长达数世纪，英国境内几乎没有犹太人的踪迹。法国在1306年也曾大举驱逐犹太人，并未收其财产，短暂允许部分返回后，又再次赶走。1492年，伊比利半岛的西班牙王国在打败穆斯林完成收复失地后，对国内的犹太人痛下逐客令，超过20万犹太人被迫改宗或流亡。这一年对犹太史而言是黑暗的分水岭，不愿皈依天主教的塞法迪犹太人纷纷逃往北非和鄂图曼帝国，另一些则辗转来到东欧地区寻求庇护。令人深思的是，虽然犹太人在基督教欧洲屡遭迫害，但在同时期的伊斯兰世界，他们的情况相对宽松一些。穆斯林与犹太人同属一神教信徒，在中东和北非的许多地方，犹太人作为有经者、奉有天启经典的人民，被允许居住，但需缴纳人头税，并接受次等公民的地位。虽然偶尔也有穆斯林统治者对犹太人施加迫害或压榨，但整体而言，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如安达鲁斯、巴格达、开罗等地，犹太社群曾出过不少学者、医师和商人，与穆斯林社会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平衡关系。这对比之下，更显出当时欧洲基督教世界对犹太人的敌视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进入18、19世纪，欧洲思想界吹起了启蒙运动的清风，理性与人权的新理念动摇了旧有的宗教偏见。一些开明的国家陆续给予犹太人公民权，允许他们走出格都，参与社会生活。拿破仑时代，法国率先解放犹太人，随后德国、奥地利、英国等地也逐步给予犹太人法律上的平等地位。然而，
正当犹太人以为黑暗终于过去，可以融入欧洲社会的时候，一种新的带着种族主义色彩的反犹幽灵又出现了。19世纪末，所谓现代反犹主义在欧洲兴起。这次仇恨者们打着科学和民族主义的幌子，不再只谈宗教分歧，而是宣称犹太人在种族上天生邪恶，并且正在密谋掌控世界。他们甚至捏造出一份臭名昭著的伪书《西安长老议定书》，谎称犹太领袖们秘密集会，制定了征服全世界的计划。许多人把这荒唐的伪作当成真相，深信不疑。同时，经济方面的因素也推波助澜。19世纪已降，犹太人在解放之后，许多人投入工商业、金融、科学、艺术等领域，并取得瞩目成就。举例来说，德国的犹太银行家如罗斯柴尔德家族富可敌国，奥地利维也纳大学里一度1/3的医生和律师是犹太人，在东欧波兰的小镇市集上，多半商贩也是犹太人。犹太人的成功本是凭借教育和勤奋，但在敌视者眼中却成了他们贪婪成性、擅长阴谋的证据。一战之前，法国爆发了一场震动世界的德雷福斯事件，一名犹太籍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为德国间谍，掀起了法国社会的激烈对立。一边是极右翼和教会势力高喊法国容不下犹太叛徒，另一边是自由派和知识界据理力争，为德雷福斯平反。这场风波显示出，即便在文明开化的法国，反犹情绪依然暗流涌动。到了20世纪初，俄罗斯帝国内也频繁出现针对犹太人的袭击和屠杀，称为骚扰。特别是1903年的基西涅夫大骚乱，几十名犹太人惨遭杀害，数百栋房屋被毁，事件的血腥程度震惊世界。大批东欧犹太人意识到这片土地已经看不到未来，纷纷决定逃离。他们有的远渡重洋，前往美国闯荡新生活，也有一些抱着重建家园的理想，前往巴勒斯坦土地开垦定居。19世纪末兴起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正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壮大。谁能料到，一场更大的民族浩劫正在前方等着这个多灾多难的族群。1933年，德意志历史上最阴暗的一章揭开了序幕。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凭借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仇恨的纲领上台执政。纳粹意识形态将犹太人妖魔化成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他们一面谴责犹太金融家榨取德国民脂民膏，将犹太人描绘成掌控经济命脉的吸血寄生虫，另一面又声称犹太人是散播布尔什维克思想、破坏社会秩序的幕后黑手。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的罪名都被强行安到犹太人头上。希特勒在演说中疯狂咆哮，叫嚣犹太人是毒蛇、恶魔，必须彻底清除。这种病态的仇恨言论之所以能够煽动千千万万普通德国人，正因为反犹观念早已深入欧洲的文化血脉，长久以来对犹太人的妖魔化在此刻被彻底释放，并推向了极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全世界都将其铭记为永恒的伤疤——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从1933年希特勒掌权开始，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短短12年间，欧洲约有600万犹太人被系统性的屠杀，占当时全球犹太人口的1/3。无数家庭被送往奥斯威辛、达豪等死亡集中营，经历毒气室和焚尸炉的噩梦，即使是妇孺老人也无一幸免。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篇章之一。纳粹冷血执行着对一个民族的灭绝计划，而其他许多国家在此期间却几乎关闭了大门，对犹太难民拒之千里。可以说，在犹太人最需要同情与援助的时刻，世界对他们几乎是袖手旁观。这又揭示了一条冰冷的潜规则：当大灾难降临时，弱势民族往往会发现自己孤立无援。所幸二战最终以纳粹覆亡告终，劫后余生的犹太人才从地狱般的集中营灰烬中重获自由。经历了这场前所未有的浩劫之后，世界舆论对犹太人的同情达到高峰，许多人开始反省数世纪以来根深蒂固的反犹偏见所酿成的恶果。国际社会在1947年通过联合国决议，支持犹太人在历史故土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独立国家。于是隔年1948年，犹太人宣告以色列国成立，结束了近2000年的亡国漂泊。然而，
历史的转折并未让犹太民族走上一条平坦的大道。以色列的诞生虽实现了犹太人重返家园的梦想，却也开启了中东地区长达数十年的流血冲突。周边阿拉伯国家不满巴勒斯坦领土被瓜分，拒绝承认以色列的存在，数次联合向着新生的犹太国家开战。以色列人在残酷的战争中艰难求生，赢得了几次关键战役的胜利，却也因此背上侵略扩张的恶名。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以及一些同情巴勒斯坦的国家中，犹太人再次被妖魔化为狡诈嗜血的形象。只不过这一次，他们被称作犹太复国主义者或以色列侵略者。于是反犹太主义在二战后并没有绝迹，只是换了一副面孔，在新的地缘政治背景下持续蔓延。令人感到心寒的是，即便在犹太人看来最自由安全的美国，近年的反犹事件也层出不穷。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犹太社群之一，约有超过500万犹太人。许多犹太人在政界、商界和学术界举足轻重。本以为在这个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度里，犹太人终于可以免于歧视，但现实并非如此。据统计，美国每年仍然发生上千起针对犹太人的仇恨事件，包括亵渎犹太墓地、殴打辱骂，乃至针对犹太教堂的枪击等暴力行为。2018年，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一座犹太会堂发生骇人听闻的枪击案，一名怀有极端反犹思想的凶徒闯入礼拜仪式，开枪打死了11人，还造成多人受伤。这起事件震惊全美，也提醒世人，古老的偏见幽灵并未随文明进步而烟消云散，它只是潜伏在阴暗角落，伺机卷土重来。从古至今，犹太人经历了被帝国征服、被宗教诋毁、被经济妒忌、被政治利用，一波波无情的迫害几乎没有停止过。这其中隐含着一条令人背脊发凉的社会潜规则：当一个社会或统治者需要一个替罪羊时，犹太人往往就是那个最方便的目标。无论是在瘟疫肆虐的村庄，还是在经济萧条的国度，只要大众的恐惧与愤怒需要一个出口，犹太人这个异族异教的群体就会被推上风口浪尖。对掌权者而言，煽动民众去仇恨一个少数族群，可以转移他们对自身弊政的注意力；对普通人而言，把复杂的问题简单粗暴地归咎于犹太人的阴谋，则成了一种省事的心理宣泄。这种潜规则在历史上反复上演，造成了无数悲剧。另一条暗伏的潜规则则是，一个少数族群即便通过勤勉努力取得了成功，也可能因此引来更深的猜忌和敌视。犹太人一向重视教育和家庭，许多人在科学、艺术、金融等领域成就斐然。我们熟悉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哲学家斯宾诺莎，乃至众多诺贝尔奖得主都具有犹太血统。按理说，这些成就为人类文明带来巨大贡献，值得骄傲，但在阴谋论者眼中却被扭曲成犹太人掌控世界的证据。正所谓树大招风，当犹太人在某国经济文化中取得一定地位，反犹的声音往往随之而起。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些成绩源自犹太人的才智和努力，只凭着偏见认定一切都是犹太人暗中耍手段得来的。这种不理性的仇恨让人防不胜防，仿佛暗夜中的冷箭，让犹太人无论走到哪里，心头都悬着一种不安全感。如此说来，犹太人究竟做了什么，会引来全世界的排挤呢？纵观以上历史，犹太人真正做的或许只是坚持做自己，他们执着于本民族的信仰和文化，不随波逐流。这本是值得尊敬的品格，却在多数人眼里变成了不合群和顽固难测的标签。他们在夹缝中求生存，凭智慧与勤奋获得财富，却因此招来贪婪狡诈的恶名。可以说，犹太人常常处在一种两难境地，融不进去，也退不出来。与其说是犹太人做错了什么，不如说是人类社会自身的恐惧与偏见在作祟。犹太人长久以来扮演着他者的角色，映照出我们社会阴暗的一面。当遇到危机，多么渴望将责任推给外人；当面对不同者，又多么倾向于以猜疑和敌意相待。然而，犹太历史的另一面也同样令人动容。这个民族纵使不断遭受打击，却从未被击垮。无论是流落异乡的商旅，还是躲避追杀的难民，
他们始终紧抱着自己的托拉经卷，口中吟诵古老的祈祷词。他们相信自己与上帝立下的盟约，哪怕饱受折磨也不放弃希望。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犹太民族穿越几千年的黑夜，而没有在历史长河中消失。他们是顽强的生存者，也是对人类精神韧性的最佳见证。今天我们回顾犹太民族这段漫漫征程，也许能从中汲取一些教训。那些令人脊背发凉的社会潜规则，其实并不仅仅针对犹太人。在不同的时代和地点，仇恨与偏见可以锁定任何一个少数群体。犹太人的经历是一面镜子，照出文明社会如何在恐惧中迷失理智，又如何在反省中寻求救赎。我们看到，仇恨往往源自无知，偏见常常有谎言喂养。只有打破无知，勇于了解真相，我们才能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犹太人称自己是神的选民，或许正意味着他们背负了一份不同寻常的命运，既承受磨难，也见证奇迹。在漫长黑夜过后，他们重新建立了家园。以色列的灯火再次在耶路撒冷点亮，尽管前路依旧险峻，他们没有被仇恨所吞噬，依然为理想而奋斗。这让我们不禁思索，如果历史真只是一场残酷的游戏，那么犹太民族似乎选择了最高难度的关卡。5000年的风雨既是诅咒，也是试炼，将他们锻造成一个坚忍不拔而又聪慧灵活的族群。也许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有那么一条隐秘的规则悄然改写了犹太人的命运。他们要成为人类良知和偏见的一块试金石。每当世界陷入蒙昧与仇恨，犹太人的苦难就提醒着我们文明的脆弱；而当世界走向开明与宽容，犹太人的成就又证明了多元与坚韧的价值。这或许就是犹太民族存在于世的意义所在。希望终有一天，这个经历无数磨难的民族不再需要独自面对世界的敌意。愿未来的人们汲取历史的教训，摒弃那些暗藏在社会中的偏见和潜规则，让神的选民不再是一句引发误解的称号，而只是人类多元图景中一抹平等而自豪的底色。